我小时候在北方生活的经历，从小听了不少的鬼故事，自己呢也亲身的见过几次，不敢说见鬼了，至少说很灵异。北方很多吗？我上小学时放学会经过一个小桥洞，那天我和二皮子一边走一边闹的，就来到了小桥洞那里。我发现了奇怪的事情。你看那边咋了？快去看看。有4班的3个女生在那里，一个跪在地上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，另外2个傻站在一旁看着。我就凑过去问他们是怎么回事。他咋了呀？跪着那个女生的脸部都让自己扇肿了，下手还特别的狠。你干嘛不把他拉起来啊？拉不动，他就像长在地上一样。你可太小瞧我了，我来拉。你起来。结果发现他力气特别的大，比大人还大。中邪的故事我平时没少听，知道他不对劲，我就跑去了他家里，把情况告诉了他的爸妈。他爸妈去了之后也是，他爸那么大的劲也拉不起来他。他妈就问跟他一块的同学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个同学说他们走到那里，那个女生想小便，就爬到堤岸上的草丛里方便。另外2个女生也没觉得什么。在接着往回走的时候，出事的女生一直低着头不说话，走了没几步，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，就开始扇自己的耳光。他俩去拉，根本就拉不住。事情整明白了，出事的女生他妈就回村找了个人回来，是村里的刘奶奶。她呢会帮人看事儿，她手里端着一个碗，走到那个女生面前的时候，把碗里的水泼到她的脸上。后来听说碗里是什么水饭。泼完之后，那女生就倒在地上，他爸把她弄回了家，休息了1个礼拜才去上学。刘奶奶跟我们说，你们以后走这个地方都得小心着点儿。她说小桥洞不干净，让我们路过的时候都加点小心，别乱说乱动。说是修那个桥洞的时候，曾经死过一个人，是一个外来的工人，是个酒蒙子。你怎么在那里睡觉啊？多危险呐！白天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他，然后呢被发现在一个石头堆里睡觉呢。死了！是喝酒喝死的，临死里手里还握着一个酒瓶子呢。天哪，他是外地来的，也没亲人，就把他埋在了堤岸上，也没人祭拜，年头久了坟包也没了。出事那个女孩小便的地方呢，就是埋她的地方。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和小桥洞有关吧。那天我在家里写作业，我三婶来问我见没见过他家三叔，说是一直没回家。看没看见俺家老三呢？没有啊，咋了呀？我爸看我三婶挺急的，就跟着一块出去找。呸！我爸看我三婶挺急的，就跟着一块出去找，我也跟着去了。
打听了好几家跟他关系不错的人，都说没见到他。后来呢，找到一个小商店老板，说是三叔买了很多的白酒往村外去了。三叔可从来不喝酒啊。我爸和三婶儿就顺着小商店老板指的道，就找到小桥洞。三叔回家根本不走那里。人海生活悠悠闲，你肯定是又抽烟又喝酒，对不对？抽烟喝酒烫头。但是呢，却在桥洞里找到了他，躺在一块石头边上，醉得已经不省人事了。石头上有几个空的白酒瓶，还有吃剩下的下酒菜。我爸就把他送到医院，又是洗胃又是住院，这才没事儿。那问他为啥到小桥洞喝酒，他也不知道，跟谁喝，喝多少，他也不知道。我觉得呀，还是修桥洞的时候跟死那个酒蒙子有关。那个桥洞现在拆了，但我还是记得很清楚。这是在我们家那边流传的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，讲出来呢，大家听一听。说是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村里有一户人家莫名其妙的就着了火，火势很大。村里看到后呢，都在帮忙灭火。着火的是一个孙寡妇的家，她就一个人住，平时呢神神叨叨的。等火扑灭了之后，发现孙寡妇被烧死在炕上了。屋里呢有很浓的焦臭味啊。哎，你看，他怎么没烧着啊？奇怪的是，桌子都烧成炭了，只牌位和他周围没有被烧到。哎，快走吧，快邪门的，走。屋里有死人，加上那牌位看着瘆得慌，村民就都出去了。后来呢，村里帮孙寡妇收了尸，他那房子就一直荒在那里。直到几年以后的一天夜里吧，村里的一个醉汉路过那里，听到有个女人在叫他：来呀！你能帮我把牌位拿出来吗？谁啊？谁啊？帮我拿出来，我会报答你的。是你在说话吗？而且还是个女人的声音呢。醉汉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，就让媳妇儿给骂醒了。你快起来啊！你抱了个啥玩意儿回来呀？这么不吉利的东西，你赶紧给我扔了啊！啊！就在他想扔掉的时候，牌位又说话了：别扔我能让你发财。明年会大旱，你多囤些粮食，就能发一笔横财。发财？你疯了吧你？今年囤粮食那么便宜，你囤它干啥呀？让他多多囤粮，来年就能有横财一笔。醉汉咬着牙借了钱，囤了许多的粮食，也把牌位给供奉了起来。等到第二年赶上的大旱，哎呀，掌柜的，你咋知道今年大旱呢？
哎呀，还是你有远见呢，掌柜的。醉汉把囤积的粮食以数倍的价格给卖了出去，狠狠地挣了一笔。又置办了几间大瓦房，过起了有钱人的日子，对牌位也是奉如神明般每日的祭拜。一日呢，那个牌位说话了：你把钱藏好，今晚躲出去吧，有人会来抢你。醉汉按牌位所说的躲了出去，果然夜里有几个人闯进他家里，只是呢，一番的翻找之后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。醉汉回到家里，虽然被打砸了一番，可并没有钱财的损失。谢谢仙姑救我，谢谢仙姑救我。我还能再帮你最后一次，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最后一个要求啊，那就请仙姑给我媳妇儿换个漂亮的脸蛋儿吧。你自己长得也挺丑的，你咋不给自己也换一下？德行！当晚醉汉就和媳妇儿睡下的时候，媳妇儿呢还是一副蠢笨的模样。可等到第二天天一亮再去看呢，他媳妇儿就变得漂亮又年轻的，只是脖子上有一道像疤一样的痕迹。打那以后啊，醉汉是到哪都带着媳妇儿。过了2年，有一天在集市上碰到一个人。女儿，女儿，哎，你怎么乱认亲呢？谁是你女儿啊？结果一问才得知，老头的女儿2年前患病死了，醉汉媳妇儿长得和他那个女儿一模一样。醉汉两口子一看，老头人还不错，干脆呢就拜了干亲，两口子也算是有了再生父母。隔年媳妇儿又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一家人呢也算是其乐融融。只是那牌位再没说过话，醉汉也没有再有所求，依然是把他供奉在仓房内。听起手札之死人托梦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吧，或者是说我妈的亲身经历。因为事情发生在我妈身上，我算是亲眼所见。那天早上是我爸做的早饭，这很反常。我妈说，我爸说我妈不舒服。我妈就从卧室出来的时候，确实很憔悴啊。你好点了吗，妈？哎呀，怎么就能梦见他了呢？我妈说她夜里做了噩梦，梦到一个人，一个我妈他们都不愿意提的人，一个已经死了好几年的人。小月，姐夫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有真死，我那是假死。你跟你姐说说，让她把我放出来。我在里面，我出不来呀！你看我的手啊！让她放我出来，我在里面可难受啊！怎么了？我这个大姨夫啊，生前为人不太好，喝了酒啊，会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，就会打我大姨，这是家暴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很讨厌他。怎么会梦到他呢？缓了一会儿之后呢，我妈又睡下了，然后她竟然又梦到我大姨夫。
我求求你，你跟你姐说说，让她放我出去吧。要不，给你姐打个电话。哎呀，不打。我爸就说要不要给我大姨打个电话，看看是不是有啥事儿。我妈不肯打，她不想在大姨面前提起大姨夫。拜拜，拜拜。这件事情在我当天放学之后变得更加奇怪了。哎，大姨，你怎么来了？菲菲回来啦，我中午过来的。她在那个之前并没有说过要过来，而且当时家里气氛也不太好，都一副愁容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大姨也时常的梦到我大姨夫。每次在梦中，大姨夫都会对大姨进行咒骂。你个臭婆娘，你恨我不死，你活埋我呀你！你不放我出来，你就跟我一块儿死！大姨几乎每晚都能梦到，缠得她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把这个事儿啊跟我姥说了。然后呢，就用一个办法，在我大姨夫的坟上钉了7根桃木桩。要不回去打开棺材看看吧。我大姨就再也没梦到我大姨夫了。可没想到，我妈在我大姨来之前会梦到他，还让我妈给大姨带话。我爸就说会不会真的是大姨夫的坟有什么问题，要不把坟打开看看吧。那行吧。于是我爸妈就陪我大姨回了老家，请人把坟给挖开了。就在打开的那一刻，一股白气从棺材里窜了出来，而棺材里的大姨夫一脸痛苦的两手前伸，做着一个抓挠的动作。棺材板上也有很多抓挠的痕迹，就是说大姨夫可能真的是在假死的状态下被活埋了，而他一直想出来。大姨夫又被重新埋了起来，在那之后我妈就没有再梦到过他了，只是大姨偶尔还是会被梦到。非常小孩的故事，这是从我二姑那里听来的故事。二姑上学的时候呢，读的是镇上的中学，中学就住校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住宿条件什么的都挺差的。和他一个寝室的有一个叫小慧的同学，那天晚上啊，他们到了熄灯点就都睡了。小慧睡着之后呢，就开始做梦。她感觉到脚底下有什么东西给压着。他想睁开眼睛看，可是又睁不开，只能眯成一条缝。模糊中看到有个小孩在往他身上爬，他又害怕又动不了。那个小孩就在他身上爬来爬去，压得他喘气都费劲，又醒不过来。小慧，小慧，要迟到了，起来吧。小慧，一直撑到早上，二姑见他一直不起，就叫他，叫了好半天，小慧才醒过来。小慧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哎呀，我
我脖子好疼啊！我脖子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一样，直不起来。你没事吧？一上午都没有好转，二姑就报告给了老师，陪她去了卫生所。大夫给她做了检查，也没看出什么来。可能是落枕了，贴个膏药试试。但是呢，根本就不管用。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坐在我脖子上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在宿舍下面以前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以前都是坟地啊！我在走廊里看见过一个小孩，甚至有同学说起关于宿舍闹鬼的传闻。他说，他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去上厕所，就看到从厕所里爬出一个小孩来，还冲着他笑，差点把他吓死啊！那个小孩的事儿我知道啊。关于那个小孩的传闻，有好几个同学都说知道。说是好几年以前，有一天夜里，所有人都睡下之后呢，走廊里传来一声痛苦的喊叫。叫声是从厕所传出来的，很多人都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然后在一个坑位里发现一个女生，奄奄一息的，睡衣上还有很多的血。在厕所坑里还有一个死掉的新生儿。从那以后就会有人看到一个小孩在厕所里。你们别说了，越说越吓人。对了，杨校长就懂这些啊，要不让他去给看一看。然后我二姑就陪着小慧去找了杨校长，把事情跟杨校长说了一遍。你还不下去？杨校长就冲着小慧大吼了一声，小慧就觉得自己背上一轻，然后就好了。校长也没说是怎么回事，就让他们回去休息了。二姑对这个事情记得特别清楚，叫做真实经历。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大概第6次租房经历。因为换工作和房租负担太重等不同的原因，让我不得不经常换房子。那次呢，也是因为想找个离工作的地方近一点，我在信息市场找到了一个一室一厅，只要400块钱的租金。怎么感觉这个名字好熟悉啊？宝宝好熟悉啊，这个名字。你好，你有个房子出租是吗？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，我就打电话联系了房东。那个房东是在一个老破小的小区里面，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，板着一张脸。进去看看吧。那卧室、厕所、家里你自己弄吧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房里啥家具都没有，厨房、厕所倒是一应俱全。我就象征性的把每个房间看了一眼，也别说啥也没有吧。卧室的墙上贴着一张观音像。屋里东西不能动啊。可能是我看我的目光落在了观音像上面，房东强调不许碰。我就这么把那间房给租了下来，去二手市场弄了一个折叠床和简易的衣柜，就住进去了。接下来事情大家可能也猜得到，
没错啊，没错啊，那个房子它不干净。我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突然哐的一声，门就开了，是那种用了很大力气猛地推开的那种。我扑棱一下就坐了起来，当时就懵逼了，脑子不清醒，但是飞速的在转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是风刮的还是进来人了？怎么回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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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还没想明白呢，门又砰的一声给关上了。我第一时间去确定是不是风刮的。卧室的窗关得好好的，厕所没有窗，只有厨房还有一个小窗。我拿了壮胆的东西，我就开了门。到底是哪个东西？客厅里没有家具，更没有地方藏人。厨房的窗子也关得好好的。我又确定了一下，门应该是从里面锁着的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进来呀。找了一圈也没什么发现，我就回了卧室。然后我就发现屋里唯一的变化，那就是墙上那张观音像的一个角掉了，把观音的脸给遮住了。我也没管，回到床上又接着睡。然后我又感觉到屋里有人，但是呢，我就是醒不了。能看到是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。但是呢，看不清她的脸，她就站在那里，没有对我做什么，我呢也动不了。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天亮之后呢，头晕脑胀。我第一时间反应是看看那个女人站的地方有什么不同，也没看出什么来。你这不是鬼压床了吗？你那房子不干净啊！刚交了租金，我肯定不能退房啊。除了有些惊吓，也没别的什么。等我下班再回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呢，多少觉得有些阴森了。我又把卧室的房门加上一道锁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插上它。观音像呢，也按同事说的又粘了回去，然后晚上就正常睡觉。夜里会有什么东西撞击卧室门的声音，但是很快我也习惯了，照常睡觉。我一共在那里租住了7个月，才有条件搬走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小病小灾的频率比以往要高，精神也比平时要差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屋里那张观音像啊，肉眼可见的比我住进去时破旧了很多。我退房交接的时候，房东还想以优惠价格留我继续住在那里，被我拒绝了。要不是因为我穷，我也坑不了7个月。我想我的这次经历绝对真实。